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呢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那我们今天呢就到了这个跟大家去聊我身后这辆旗舰版，就是最贵那款的雅阁的试驾的一些情况。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啊稍微有一些调整，是因为昨天已经把这个外面然后里面一些内饰的东西呢跟大家去聊完了，所以说今天直接就是进入我们的测试环节和我们的试驾环节，一共有3个项目，一个是发动机的噪音，一个是发动机的抖动，还有一个是原地力矩，然后就是我们把车开出去，然后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呢会在我们的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里面去测噪音，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看看这辆车的噪音到底有多大。好，那么现在进行我们的第一项测试，就是发动机噪音的测试。当然呢，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测试，我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测试方法和原则。首先是发动机要暖机，然后把空调给关闭。如果说有引擎盖的话呢，把它给拿下来。垂直引擎20公分，我们当时这个位置已经都测试好了，是20公分。然后我们能看它一个相对平均的读数。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读数到底是多少。好，那我刚才看到啊，它的数值呢是71.6，这就是它发动机外面的一个噪音。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到里面去看看里面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好，那么接下来呢去来测车内。当然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把空调都关掉，把转速稳定到2000转，是因为我们认定在城市里面一般来开的话呢，只要我们不是就玩命超车的话呢，基本都是在一个2000转左右。所以说我们测一个2000转原地转速的这样一个声音啊，当然的确呢，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测试，但是这个动态测试真的条件是非常之苛刻的。我们呢也是用这个方式呢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好，我们位置呢还是在方向盘之上啊，然后现在屏住呼吸，大冰块的神脚踩到2000转，看看它的数值是多少。OK， 好，基本上是48.8，没有问题啊。本田雅阁的一个油门还是非常准的，就是我还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控制在2000转。我们在上一个车测试的时候啊，真的这个油门有点涩，就是踩来踩去很难固定。好，这就是这个声音的测试，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项目。好，那么现在进行发动机抖动的测试。那测试原理跟方式呢，我就不再赘述了啊。那这个呢是一个横置式的发动机，所以呢我要去这么测试啊。现在仪器呢已经在手里面，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读数是多少。我们找一个最高点，那最高点是这个位置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读数。OK， 那它基本上是在5.2米斜杠秒平方的数值上面停下了，所以说呢，它这个是5.2。那具体是算抖呢，还是不算抖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在下面的文章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示，因为我们这个测试已经做了好多辆车了，所以说呢，大家看的会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呢进行下一个测试。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进行最后一项测试，也是这辆车原地力矩的一个大小啊。当然呢，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后台留言啊，就是说每次测试的位置不一样，就是地面的摩擦力都不一样，所以你们测试的数是不准的。其实我们每次测试呢都是在公司门口这么巴掌大点的地儿，可能呢稍微的有一个点前后左右这个挪动啊，因为轮胎不保证完全都是一个点，但是这颗路面铺的方式跟它用的材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摩擦力是一样的。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有小伙伴说说这个车沉方向盘。它必须要沉啊！我不知道这个小伙伴是怎么想的啊，我就不知道你的这个思路是什么？难道说真的有车重的车就一定要重，车轻的方向盘就一定要轻吗？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车重它就应该这么重，我们没有说你这个车重啊，就是方向盘必须要重，没有这个任何道理。因为我们最后无论是你开的车大也好，你开的车小也好，你始终方向盘是在你的手里边。我还要再强调一点。胎压我们都是每次在测试之前，我们拿仪器去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胎压做成一个标准胎压。好，这是回答我们小伙伴的几个疑问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测试环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开发每一个新的测试或在进行每一个新的测试之前，我们真的会想的还是很周全的。好，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啊，回到这辆车本身的一个数值，我们还是老方法。那大家看没有，我这个背后的场景啊，依然是这个有草，但是呢天冷了以后呢，后面就变得没有草了，但是这个地方还是依然是这个地方。好的，我们还是老方法，把这个铁丝放在这边啊，然后轻灵，然后轻轻的
勾住 ，OK， 匀速的拉90度，哇塞，感觉真的有点沉呢。好，稳住，停。1.737公斤，1.737公斤，这是这辆车原地的一个力矩。好，那我们的测试呢都做完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车开起来，看看这车开起来什么样的。好，那我们刚才呢已经把几个测试都做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把车开起来，看看这辆 1.5T 的雅阁啊，差点又说了 1.5T 的思域，是因为的确，对于思域也好，雅阁也好，他们同样是同一个 1.5T 的发动机，但是呢，雅阁呢是有2个功率的。我们这个呢是一个最高功率，那它的最大功率呢是143千瓦，那最大的牛米呢是260牛米，还有一个低功率版本是130千瓦和230牛米，就是它的一个大致数据啊。那网上呢，0至100的相应的一些数据呢，是我们这辆车大概是一个8.8秒左右啊。其实从数据看呢，其实的确啊，就是不算慢的一个车。它的这个排档呢，我们的确在昨天那集说过，它有一个稍微的偏斜，你挂档的确很好挂，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梯形档，就是我们在开的时候呢，包括说我在开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小伙伴在开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摁那个按钮，就直接撸到 S 档或撸到 L 档。所以说呢，这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当你从 P 档往后的时候，之后就不要再摁这个按键了，它会直接挂到 D 档后面，它会相应的卡住啊。如果你持续摁住那个换挡按钮的话，它会直接撸到 S 档或 L 档。好，这就是换挡这个事儿，的确还是比较容易误操作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试试这辆车0至100 8秒8的这个雅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我们现在呢出发啊。当然说呢，这个一起步呢，的确就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说的确就是最近好像 CVT 的车开的还是挺多的。当然对于这一款 CVT 而言，它说的叫模拟十档，那之前那款呢也是模拟十档，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挺明显的对比啊。这辆车在起步的时候，它的 CVT 它会有一个滑的感觉，而丰田的呢，它的确从技术层面来说，它有一个叫做齿轮直推的这么一个类似于这么一个技术，它有时候它在起步的时候是一个齿轮直接推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会觉得更直接一些。而这个变速箱呢，的确会感觉有点打滑的感觉。好，这就是我刚刚的一个起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当然，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先从转向和悬挂这块去说啊。其实呢，我几乎是不太会去怀疑它的一个底盘悬挂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对于本田而言，其实它底盘的功力还是会有一些的，就是从质感这块来说呢，的确没有那些我们讲过传统中的日本车来的那么的散。其实它无论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疙疙瘩瘩的这一条路啊，还是我们公司门口那2个减速带，其实它的过滤啊还是我会认为是比较扎实的那种过滤，就是它的这个悬挂弹跳呢，我会认为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质感的吧。起码说在你日常开的过程中，比如在遇见一些不好的路的时候呢，你不会感觉这个底盘非常的嘈杂，非常的让人这个讨厌，让人非常心烦的感觉，这个没有啊。说实话，就对于其实这个大家都会说啊，说这不就是一个大思域嘛？的确说实话，从开启角度来说呢，这个也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思域一样，就是你除了你的这个所谓动力这一块，因为你的车的增大会影响你的整个的动力的这个驾驶感受，包括说你的增大会影响你的转向的这个感受之外呢，其实跟思域的调教真的是还是比较相近的。虽然不能说是指哪儿打哪儿，但是也还算是比较精准以及比较明确的一个转向，而且它的这个力量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好，就是简单的真的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悬挂和方向这块，我会认为其实调的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明显的缺点，但是呢，也不会说像大家说，哎呀，说会像德系车那种有特别凌厉的操作感，其实还是会差一些。的确啊，说对于这款雅阁而言呢，现在一共是有3个动力啊，当然说有一个 2.0T 的是在美国有，中国没有，而且前些日子呢，混动的版本呢也进入到中国了。所以说这个 1.5T 够不够用，或者说猛不猛？如果说猛的话，这个还真是说不上啊。够不够用，我会认为是够用的。但是说对于比如说我现在刚才踩了一下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刚才到了一个120公里的时速啊，大家相信从麦克风里面应该非常明显听见它非常难听的发动机的声音。其实这个发动机呢，还说啊，会跟那个思域是一模一样的，发动机很难听，但是我不否认，对于本田而言，它的发动机
还是很厉害的做的，就是说 1.5T 的功率能够炸出这么大的马力，并且还能用92号汽油，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呢，对于这辆车上，如果说你把它的变速箱、你的所谓的车的大小，包括说它的车重，完全都给综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你从外形上来看，的确我们之前说的，它是一个大的思域，但是除了大的思域之外呢，它会给你一个非常运动的感觉。但是呢，这辆车说实话 1.5T 发动机放在这辆车上，跟它的变速箱上完全体验不到任何运动的感受出来。我不否认它的转向或者说是底盘底子不错。其实对于 1.5T 这个发动机本身而言，我会认为也不错。但是这3种东西放在雅阁的车上来说，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运动可言。我刚才看了说0至100 8.8秒9秒钟的一个时间，我这个话题我跟大家也聊过，10秒钟的车买菜车绝对是没有问题的，8秒的车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我说的8秒是8秒，它是已经8.8秒，将近一个9秒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你仅仅是那种比买菜车稍微快一点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说你要想那种淋漓尽致的加速或者酣畅淋漓的加速的快感，这样的车是完全找不到的。我相信 2.0T 的发动机的话，一定会还原这辆雅阁它应有的一些速度感，或者是包括说运动外形带给你的一些这种运动的感觉。但是这样 1.5T 发动机，我只能说，哎呀，仅仅比买菜会强那么一点点吧。就是会有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包括说刚才大家看了我在加脚油门的时候，我再试一遍啊，它的转速呢现在是1400转左右，现在才刚刚现在才是一个动力，一个能够完全发挥它这个相应扭矩的这么一个时间，2秒多。如果说双离合变速器 1.4T 的任何一辆车踩下去后，真的已经超出它起码一个车身的距离了。这就是真的 CVT 变速箱和包括双离合变速箱以后它这个最大的区别。当然呢CVT 变速箱呢，它是有相应的一个优点嘛，它综合的油耗来说，它会相对而言低一些，而且它的可靠性呢比双离合也会好一些。但是还是同样有一个问题啊，冷保护和热保护也是对于 CVT 的变速箱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说呢我们之后在拆车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聊一些。我会觉得其实这个车它的外观以及它现在动力配置这一块是很尴尬。如果说你把它定位一个让年轻人去消费升级的话，我问你，拨片换挡在哪里？既然你去说我是一个外观运动，然后从内在运动，它的那个悬挂运动等等等等，我问你，拨片换挡在哪里？手动换挡在哪里？只是提供了一个 S 档和一个 L 档嘛。就算我贴到 S 档以后，也仅仅是把转速拉高了一点点，它完全没有在转向啊、更多的车身这一块去更多有一个运动条件，而仅仅拉高了1000转的转速而已。拉高了1000转的转速带来的就是非常难听的这个声音啊。我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无论是8代也好，还是9代也好，包括用2.0自吸或2.4自吸的，它始终会从外观也好，从驾驶感受也好，给你一个高级感出来。总会家庭买这么一个车呢，也是规规矩矩、非常像样的一个车。其实这个车我觉得味儿还行，但是呢，也不是完全做到无味的状态，会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当然我们在之后的山车环节里面呢，会跟大家去测相应的这个数值。其实底盘噪音，我觉得抑制的非常好，这个没得说啊。就是我们在那些我们经常开那些特别嘈杂那个路面来说，底盘噪音几乎是听不见的。最大就是发动机噪音。你只要你的转速2500转之后，哎呀，这个感觉不能说吃了一口苍蝇屎吧，反正也差不多吧。这个车其实提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才去拆，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想跟大家去聊它机油增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辆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在机油增多。当然呢，我机油增多这个话题，我们在天冷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答复。所以说呢，这辆车呢，现在呢是2986公里，那现在呢油耗呢，就是我们七七八八的也加了好多箱油了，然后基本上是在11.5升到12升之间，11.5升到12升之间。所以说呢，就是不吃草光出奶这件事呢，是一定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既然呢，所谓它这个 1.5T 真的把功率调的真的还是挺高的，所以说呢，它一定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说实话，说句心里话，如果是 2.0T 发动机的话呢，我相信油耗啊，可能几乎也就这样的。因为在城市里面驾驶，其实更多的是车重的关系。其实排量
跟你的实际油耗不会相差。那我当然说你放一个什么5.0的，这个肯定是这个差别比较大。就是我们正常这种就是代步车，或者说从1.5T 啊，真的啊是从1.5T 到2.0T，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拆了这么多车里面，它的油耗几乎是非常相似的，可能上下是1个油左右。包括说我们之前的那辆思域，其实它的油耗真的不算太低，但是这辆雅阁的身上，它的油耗12升，11.5升到12升油耗，真的实在是太高了，真的实在是太高了。我会觉得，哎呀，就觉得真的很尴尬。这个车，你说你的这个排量低，功率高，给人感觉，哎，1.5T 不费油啊，是8个油能搞定了。但是呢，实际呢，的确是不太省油。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对于雅阁而言呢，对于本田而言呢，你们之后会把2.0T 的这个排量也让消费者作为一个选择，也许会贵一些，但是呢，我们宁愿有，我们可能是不去选择。但是我也不希望仅只有一个这个动力的选择，因为它这个呢是有偏航的这个功能，它这个偏航的功能呢是带于主动的纠正的。那我现在稍微的偏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是能够把我通过主动的方式呢揪回到我相应的这个路线里面啊。那今儿呢也是从试驾角度上呢跟大家去聊了这个10多分钟了啊。当然我们明天呢还会有一个更多的内容，就是我们之后几天会把这辆车进行一个简单拆解，看看这辆10代雅阁跟之前雅阁或者说跟别的车它们里面有没有太大差距，或者说更直接一点，它卖这么多钱，它的里面到底是不是用到了相应的这个所谓的用料呢？那我们明天小伙伴呢跟大家继续分享。好，那今儿呢大标车呢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片块，当然也是那个整个说真话大片块。那我们这辆车的拆车再见。